嗨，我是歪板。上一集我们讲到了超毒的恋爱观，那我们上次讲了2点，大家都很踊跃的交流讨论，大家留言区可以自己看一下男生女生意见各表。那我们这一集要继续讲第3点咯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好，第3个有毒的观念就是不断的灌输男生有钱就无敌的观念，有钱妹就会靠过来，根本不用追女生，女生是要用吸引来的。这里面有对也有错，小编露出了迷之微笑，他这样。女生是被吸引的，不一定要追，对，但有钱有一定无敌吗？大部分可能8、9成，所以他觉得8、9成的胜率，我干嘛不要？人品，人品 ，OK。因为网络上不是都有那种有钱的那种老头旁边坐一个正妹，然后要亲他，然后他下意识的回避。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完全是为了钱，但是我的身体很诚实。然后等一下才发现说，没有，我刚你太突然了，你太突然，你要先说一下呀。哦 ，OK， 我现在可以了，心理准备了。这个就是告诉你，钱买不到真爱啊！可是太多的男生一直被这种毒观念洗脑，就是你只要变有钱变强，女生就会主动靠过来，你就不用当舔狗了。那我觉得提升自己没错，但你的目的不该是为了控制他人。你练健身啦，把自己身材变好啦，然后学讲话啦，学幽默啦，去投资啦，然后整个提升自己，把自己穿好看变帅。你这一切的努力只是为了找到听话的女生，然后为了掌控她。你确定这个不是在成长这个是在培养一个控制狂我只要变成这样，我就可以控制很多女生了。你如果是这样，我觉得这个心态不是很正确。我不是在说你不要投资自己，不要提升自己，我是在说你要变得强大，不是为了拥有谁控制谁，是要健全你自己的经济跟成就你自己的人生才对啊。所以如果你提升自己的唯一宗旨、唯一目标是为了要控制女性资源，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会有点扭曲的啦。因为这并不是站在一个两性平等的心情之下，而是有一种如果我很强大，我就可以轻易拥有你了，我就不会缺女人。然后这个心态也很容易，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够强大了，够帅了，够壮了，够有钱了，你现在很会说话，很会跟女生聊天了，然后你鼓起勇气去追一个女生的时候，还是被打枪了，这个时候你会更丢脸，更气不过，因为你觉得你变强了，你可以无往不利了，可是竟然还是被拒绝，你就会更羞愧，更有情绪，然后更容易爆炸。有很多新闻就是这样来的，告白遭拒，反而就伤害人家，因为你过不去嘛，凭什么不理我？你怎么可以不理我？就炸，然后感觉就变得很厌女，然后就开始丑女厌女，觉得女生怎么样。可是也许是因为你做了太多过度想提升自己的事情，都不是为了你自己然后又失败的时候，你就把这所有努力的怨气跟辛苦丢在他们身上，所以我才说你不要为了追女生提升自己，你提升自己是为了把自己变好，把自己人生变好嘛。那当然你的择偶权也会提升，但是你不要只是你的单一目标嘛，这样子你很容易变毒男我最近看到有人在网络上问说，为什么最近健身的人变少了？然后下面就有一个男生说，因为发现健了之后都是吸引到男生，健身之后也拔不到女生，吸引到男生，所以就不健身了。不是真的喜欢健身，你只是为了把妹，然后发现这招没那么有用。是男生自己回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男生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只为了吸引异性？其实女生当然也会，但不管对男生对女生，我都是一样，你都不要只为了异性去提升自己。你提升自己之后，确实会得到异性的青睐或好处，可是不要是你的单一目标，那太狭隘了啦。就好像我很讨厌这句话，我们一定要先学会爱自己，才会有别人爱你。我都说错，我们学会爱自己不是为了有别人要爱你，我爱自己是为了提升自己，刚好有人爱我那很好，可是我绝对不是为了别人要爱我。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情绑定？你爱你自己是为了要有别人爱你，所以只要没有女生喜欢你，你就要摆烂，你就不要提升自己了，你就随便拿赚那么多钱要干嘛？健身要干嘛？反正还不是拔不到妹。你人生的目标只有一件事，把妹你真的不能有其他更多的目标，然后择偶只是其中一件吗？就像女生过度的想要打扮成男生喜欢的样子，我要把自己整成男生喜欢的脸跟身材，然后我要吸引男生。可是如果还是遇到渣男的时候，他会厌弃自己我不要火了啦，随便我要自暴自弃，反正我还不是遇到渣男，还是没有人真的爱我你就会抛弃自己，因为你觉得你没价值。为什么你会这样？因为你觉得你做的所有一切就是要去换这个价值嘛，那换不到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那我没用啦，你就会看清你自己，厌弃你自己。所以无论男生女生，你都不要这样，你把自己变好了，绝对不是单一目标，为了异性的青睐或选择而已。先成为你自己想要的自己，有自信、有魅力，你再去追求异性，再去吸引异性嘛，不然很容易陷入一段有毒的关系跟很有毒的观念。
那对自己都不是很好的事情。所以我认为告诉你说有钱就无敌了，就不缺女生了，有钱就不用烦恼任何事了，有钱就可以解决这一切了，却没告诉你要怎么尊重女生，要怎么尊重别人有拒绝你的权利，要怎么真的去爱一个人，跟一个人有真心的交流，要怎么去辨别女生是不是真的爱你，还是只是爱你的钱，或者把你当工具人，都没有教你这些，只跟你讲有钱就无敌。我觉得那是有点偏执的。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这种观念很容易洗男生的脑吗？因为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简单？有钱可以解决所有事情，我只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把自己变有钱。我只要把自己变有钱，我就不用花太多心思去学怎么跟女生沟通，怎么跟女生交流，怎么辨别女生的真心，怎么样去尊重女生，怎么样去判断每一个女生不同的想法，什么情绪价值不价值的，只要有钱就好了，女生全部都会扒过来，我是个猪头都没差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快捷键嘛，捷径嘛，按这一颗就够了。那这种东西，快速的东西，大家都会买单的，因为只要这样就好了，听起来是最简单的。可刚刚那些好难哦，每一个都是一个大单元哎，每一个都是一个大课题，对吧？什么是情绪价值？怎么提供情绪价值？女生是怎么想的？怎么跟她相处？可是又有很多种不同的女生，又要怎么跟她相处？然后这个女生讲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怎么回答她？怎么跟女生聊天？太累了吧？我只要有钱就好了。是你们要想办法跟我聊天，她就会觉得好像比较简单。可是有比较好吗？我不觉得，因为比起来的话，就是它比较简单，它有公式，它有 SOP， 大家都喜欢这种东西，因为简单，没有那么有灵活性。那男生就会选择这个听起来比较简单，并且更有效率的方式。我就提升自己，把自己变有钱，我就不用学那么多麻烦的东西啦。而且这个胜率之高，我觉得投保率比较划算。男生好像很信奉这一套的，因为他刚好又符合男生脑袋中的男强女弱的那一支程式，会觉得对我就提升自己，然后我就很强，我就可以挑选女人。可是我换到女生的世界来看女生的抱怨，女生在网络上的抱怨几乎都是在抱怨不懂得尊重女生的男生，然后女生就会说这才是让女生不婚不生的原因。这两性之观念，这边在抱怨的都不是你穷啊，你没钱啊，是在抱怨你根本不懂得尊重女生，然后大直男啊，然后不会提供情绪价值，然后不懂我在想什么啊，然后以为钱就无敌啊，财大气粗很讨厌啊。可是男生却一方面在讲着有钱就好，女生就贴过来了，这两个鸿沟要怎么解决？我之前认识一个很有钱的学长，他真的超有钱，然后我看他手机的搜寻记录是怎么跟女生聊天OK， 好，还不错吧？他很有钱，但是女生也没扒着他跟他聊天啊，还是他没有让大家知道他很有钱？他很高调，他全家都很高调，但是他是那种比较有点傻傻的那种，很单纯的那种。那这不是最好下手吗？但是他、就是、有钱的笨男生不是捞女最爱？对，我大学的时候认识，他都会把天聊死，所以他没有交过女朋友。可是照理说，如果刚刚这个逻辑正确，有钱就无敌，他早就不缺女人，早就脱单了。就是他说他真的太不会聊天了，他没有办法让女生靠近他。然后就算是像我这种很会聊天的人跟他相处，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，还是会把天聊死哦。我们已经多话成这样，还是没办法聊。他说他真的不会聊。小编提的这一点也是破解大家，就是真的不是有钱就无敌，你还是要再去学怎么聊天。对，他还是有那种求偶焦虑，他会觉得为什么？可是你看哦，他如果进入了无男养成营，告诉你怎么炫富来让女生巴结你，而不是你要去跟女生聊天，他很有可能就会砸大钱去学那种东西。然后最后就把自己从很单纯很善良的好男生变成一个毒男，就怕他走错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家就看到他想要交女朋友的这个心态嘛，生命中也没有太多的女生，就让男生觉得说，只要你有钱，你真的是不用去当女生的舔狗，但是你要秀出你的财力，秀出你的钞票。对啊，可是那你吸引的不就是爱你钱的人吗？怎么会是爱你人的人呢？对啊，对啊，这样你会找到真爱。那如果你很讨厌只爱你的钱的人，你就更不要炫富，更不要用这一招追女生啊！除非你是我没差，我真的是太缺了，有都好，那你就是要用钱换妹，那好，那没差。可如果你不是，你是真的想找一个伴侣，想找一个真的好的女朋友，你真的是不要用钱把妹。当然我知道男生一定会说，每次外蛮多时候叫我们不要用钱把妹，可是约会也要钱，看电影也要钱，其他吃饭也要钱，你可不可以把我所有影片看懂？因为我每一次在讲的都是我们是互相的，这一次你请，下次我请。我们好多女生都是这样的类型，我们都不占男生便宜的。为什么你生命中都没有这种女生？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啊！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，他说 AA 女都没有好下场啊。
就是他说女生愿意 AA 的，最后吃亏什么什么的。确实也有很多人在讲这个观念啊，就是好像说，你们愿意跟男生 AA， 到时候你就知道吃亏的是你。你有在上班，我也有在上班，我赚的是辛苦钱，你赚的也是辛苦钱，我们互请或 AA， 谁都不要占谁便宜。所以我觉得要看那个讲那个 AA 观念的是，他有没有具体的，不然他只是空泛的丢一个说 AA 的女生下场都不好，我就觉得那没 AA 的女生下场就都很好吗？有吗？没有，好像也没有嘛，也不一定嘛。你遇到渣男都一样嘛，不管是 AA 还是让他请客，渣男还是渣男，他的本质不会有所改变，所以不是 A 不 A 的问题。但是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会误以为说，那都要遇到渣男了，还不如前面约会的钱让他付啊。他可能是这个逻辑，就是如果我都要受到伤害了，还不如省点钱。你怎么不会想说我都要受到伤害，那我不要谈恋爱了？预设要受到伤害。我觉得是结果论，就是他受到伤害之后，然后再回头想，那自己真的在那边跟他 AA 好像很傻，那所以是怎样？只要多省几餐，你就觉得比较弥补，还是受？那你是什么？你物化了自己耶。你又把自己当商品了。我如果会这么受伤，我不如省一点钱。会受伤就会受伤，他人不好就是不好嘛，跟你要不要 AA 又没什么关联嘛。我觉得这是两回事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，反正就是无论男生或女生，我觉得专注于提升自己，不要去当异性的舔狗或工具人，这个绝对是没有错的。你可以提升自己，把自己变更好，但是不是为了要讨好异性而已，也不是为了要控制异性，是为了让自己更有人生的选择权。那真的不要把你的人生绑死在要被别人喜欢身上。更不要把脱单当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。希望这集提出的超毒恋爱观，但是你却很习以为常的这几个点，大家都能发现里面真的是含有毒性的。然后希望两性越来越尊重，越来越互相理解对方，越来越和谐哦。那我们的会员影片也拍过，真正的保障好男择偶，看这几点就知道，是现在很多独立的女生认为的保障好男的条件哦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也可以看一下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